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从温婉白月光到复仇大女主，陈都灵凭一部乔楚彻底完成蜕变。电视剧乔楚楚朝重生回来之后，经历了她从没有过的背叛，而她的善良被她深爱的世子踩在脚下。比起找人哭诉委屈，楚朝想要在后宅站稳脚跟。最先做的事情是撕毁婚书，只有这样他才不会重蹈覆辙。现在不是他施舍温柔的时候，而是世道挑选他。在绞索下死里逃生，这次机会对楚朝来说特别重要，爱恨情仇在楚朝看来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，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幸好楚朝是清醒的，他带回了前世的记忆。在他跟萧寻发生死斗的时候，是重生的开局给了他底牌，这下那个任人宰割的嫡女成了复仇黑莲花。明明萧寻是世子之中最会伪装的，结果楚朝却是最会算计人，想得最周全的人。只可惜刻在楚朝心里的是决绝，从他对待那张烫金婚书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来，死过一次便不敢再留半点余地。喜欢在仇人面前永远都率先痛下杀手，而萧寻的权谋观过于简单了。他认为把绞索套紧之后，楚朝就要被迫接受萧寻的一切，包括他的背叛。萧寻是残忍的，他从小被权力浸染，如果不为自己谋划，或许他早就离开这个世子之位了。他只是活得太现实了，这一点萧寻并没有错。尤其是他懂得为自己谋划，善于借力打力。就在萧寻以为楚朝还会乖乖上钩的时候，看到那堆烧剩的灰烬，就知道楚朝一定会把婚书倒进酒盏。萧寻跟那些恶人根本不用妄想拿捏他。当看到楚朝撒灰入酒的时候，萧寻顺势装作不知，跟旁边的人一起演戏，演得开心了。萧寻这一局的账也就有人结了，这下给楚朝看得冷笑出声了，赶紧用眼神定住他的脸，不去看他的伪装。此时恨不得把绞索套回他脖子上，在他看来太可笑了，在萧寻看来一点都不慌张，全是凭借自己世子身份演的戏，一点都不慌张。比起演戏，萧寻更想夺那个最高位子。只可惜没想到却跟楚朝硬碰硬了，甚至还被他掀了桌子。谢燕来心里一直向着楚朝，这一点观众早就看出来了。导演故意分配最快破亿的热度给谢燕来，就是给女主添把火。而且谢燕来是少年义气，懂得东西多，跟自己搭档楚朝在一起，观众是放心了。只可惜萧寻没想到自己的算计这么不争气。在楚朝撕毁婚书之后，他竟然还指望楚朝屈服，真是太丢人了。追权不成的萧寻竟然跟楚朝彻底撕破了脸，甚至把婚书灰喝下肚。就算萧寻想要瞒着天下人继续装，楚朝的杀气只会越来越重，根本瞒不住。被贴了10年标签的陈都灵，虽然演的是白月光，当古偶女主都在恋爱脑的时候，陈都灵都是第一个出来撕标签，自己就像大女主一样。倒是那些白月光更加像布偶一样，心智没有那么成熟。在楚朝复仇这件事情上，陈都灵虽然心疼楚朝，也希望他把黑莲花演到底。毕竟内娱换了赛道，说好的白月光也吃不了香了。如果留在安全区，陈都灵会吃更多的苦。看着陈都灵为了楚朝疯狂，观众才明白为啥陈都灵更加像大女主，而白月光更加像受害者，纯粹就是被刻板印象的娱乐圈逼出来的。说到底，这一次萧寻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，而陈都灵也要为自己继续留在内娱继续破局了。